拜登闯下大祸，伊朗与俄罗斯进行武器交易，以抱团取暖，乌军可能会面临灾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在美国的敌对国家之中，伊朗与俄罗斯是实力最强的两个。中国只是美国的竞争性挑战或者是对手。对美国来说，现在最头疼的仍然是俄乌冲突。普京进行了局部动员，并组织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4个州公投，预示着拜登政府的豪赌可能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就算俄罗斯被削弱，美国也要消耗大量的资源，美国的霸权又将因此而遭受严重损失。在这种情况下，避免乌军在战场上出现被动就显得非常重要。拜登政府的中东外交政策就是要把伊朗树立成为周边国家的敌人，支持以色列和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同时利用伊核协议的问题暂时强硬。在欧洲出现严重能源危机的情况下，伊朗的石油对稳定世界能源价格非常关键。但是拜登政府与伊朗仍未完成重返伊核协议的谈判，这场博弈的久拖不决，最终促成了伊朗与俄罗斯的军火贸易。最近几天，乌军开始在战场上遭遇灾难，因为伊朗的自杀式无人机和察打一体无人机开始在该战场上出现，而这些无人机又是极难防御的，因此乌克兰政府不得不采取外交行动，降低与伊朗的外交关系级别。乌克兰方面决定剥夺对伊朗大使的认证，并大幅减少伊朗驻基辅大使馆的外交人员数量。也就是说，现在伊朗就算不承认，也难以否定俄军开始大量使用伊朗无人机的事实。而这一局面将极大的改变俄军在战场上的被动状态。有报道称，伊朗已经向俄军交付了46架沙赫尔129攻击型无人机，而俄罗斯回馈伊朗急需的18架苏35重型战斗机。很多人可能还在关注伊朗会不会购买中国的歼10C 中型战斗机的问题。现在看，伊朗已经找到了对自己更有利的交易方式，那就是用武器换武器。有消息称，伊朗考虑总共要采购64架苏35战斗机，价值50亿美元。俄罗斯军队当前最需要的是巡飞弹和察打一体无人机，伊朗最需要的是先进的重型战斗机。双方很可能达成了易货贸易的协议。对伊朗来说，此举不但可以花最小的代价拿到先进的苏35战斗机，而且呢还能给美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而这项交易的推进也将进一步让伊朗与俄罗斯的关系走得更近。关键是此举有可能让乌军在战场上无法取得优势，这对不断给乌克兰输血的拜登政府来说，无疑是地缘政治的一场灾难。伊朗目前最先进的无人机是沙赫德系列，此次向俄罗斯提供的沙赫德129是伊朗捕获美国的普什者察打一体无人机，然后进行仿制的产品。该机可以挂载4枚小型的滑翔制导炸弹。如果乌军应对的不好，这种看起来相对比较简单的无人机可能就会成为美国的海马斯火箭炮的克星。伊朗提供的萨赫德136是一种自杀式的无人机，有报道称，目前该型无人机已经击毁了不少乌军的火炮，这对以炮战为主的俄乌战场来说，影响也是相当直接的。此外，伊朗还研制出了更高端的沙赫德149无人机，其作战高度和飞行速度均优于沙赫德129。该机能够挂载500公斤的任务载荷。此外呢，更重要的是，伊朗目前已经拥有了无人机的批量生产能力，可以源源不断地向俄罗斯军队提供无人机货架产品，这实际上等于为俄罗斯提供了一个大型的无人机生产基地。
对美国来说，伊朗与俄罗斯的拥抱最大的压力就在于乌克兰战场，而西方在乌克兰的失败又将严重的冲击美国的霸权。现在拜登政府或许在伊核协议问题上尽快达成妥协，或者说想办法劝退伊朗对俄罗斯军队的支持，才是对乌克兰最有利的。不过这么搞又会得罪美国国内的政治正确。总体来说，伊朗与俄罗斯两个大国的拥抱，对于美国来说真的是一场灾难。当然，对乌克兰军队来说更是如此。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